在华夏诗歌的璀璨星河里，李白的诗作宛如耀眼的星辰，而《关山月》便是其中独具魅力的一颗。当我们轻轻吟诵李白《关山月》中的经典诗句，仿佛瞬间被卷入时空漩涡，置身于那片雄浑壮阔的边塞之地。关山月全诗如下：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渡玉门关。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。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。戍客望边邑，思归多苦颜。高楼当此夜，叹息未应闲。诗中的天山、云海、长风、玉门关，这些意象究竟有何独特魅力？他们又是如何构建起一个别具一格的边塞世界的呢？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关山月，细细品味李白笔下的边塞风情。先看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。从意象角度而言，明月向来常被诗人用以寄托思乡之情。在李白笔下，它从天山升起，天山高耸入云，云海苍茫浩渺，明月在其间穿梭，一动一静，相互映衬，瞬间勾勒出宏大且空灵的画面。从视角来看，这是征人眼中之景。他们身处塞外，回首东望，天山的明月承载着他们对故乡的思念，也让整个画面饱含浓厚的情感色彩。再瞧长风几万里，吹渡玉门关，长风这一意象，展现出强大的力量和无尽的空间感。数万里的长风一路呼啸，从遥远的故乡吹至玉门关。玉门关在古代是中原与西域的重要关隘，是征人离家的界限。长风越过玉门关，仿若将故乡与边塞连接起来，也把征人的思乡之情吹得更远。从空间上，这几句从天山到玉门关，跨越广袤地域，给人雄浑壮阔之感。从情感上，又将思乡之情融入这宏大空间里，更显深沉。汉下白登道，胡窥青海湾。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。这几句诗将视角从边塞风光转向残酷的战争历史。汉下白登道说的是汉高祖刘邦率军出击匈奴，在白登山被匈奴围困7天7夜的历史事件。当时局势危急，刘邦险些丧命，最后靠陈平的计策才得以脱身，胡窥青海湾，则展现了唐时吐蕃对青海一带的觊觎和频繁战争。这些战争致使无数人丧生。由来征战地，不见有人还，直白地道出战争的残酷。战士们奔赴战场，大多一去不返，他们的生命消失在这片土地上，只留下亲人无尽的思念。战争不仅夺走士兵的生命，还让无数家庭破碎，百姓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。古代战争武器落后，医疗条件差，受伤后的士兵很难得到有效救治。很多人即便不死于战场，也会因伤重或感染而亡，并且战争还会破坏经济，使农田荒废，百姓流离失所。戍客望边邑，思归多苦颜。高楼当此夜，叹息未应闲。这几句将镜头从战争拉回到征夫思妇身上。戍客们望着边塞景色，思念家乡，脸上满是愁苦神情。他们身处遥远边塞，历经战争残酷，生命时刻受威胁，对家乡的思念愈发浓烈。而在远方家乡高楼之上的思妇，在这同一月夜，也在为思念戍边的丈夫而叹息。这里运用对面落笔的手法，不直接写戍客如何思念家人，而是想象家人对自己的思念，更能体现出双方的相思之苦。正如王维的遥知兄弟登高处，便插茱萸少一人，从对方角度写思念，情感更为深沉。这种写法将征夫思妇分隔两地的痛苦展现得淋漓尽致，让读者也能深切感受到那种无法团聚的哀愁。
李白的《关山月》短短60个字，却蕴含无尽魅力。从艺术特色来看，它意境雄浑壮阔。开篇的明月出天山，苍茫云海间，长风几万里，吹渡玉门关。寥寥数语便勾勒出宏大的边塞场景，让人如临其境。语言简洁且富有表现力，如不见有人还，直白又震撼地写出战争的残酷，而且运用多种手法，对面落笔写征夫思妇的相思，增强了情感深度。思想深度上，它深刻反映了战争的残酷和给人民带来的苦难，展现出对征人及其家属的深切同情。诗中既有对边塞风光的赞美，又有对战争的反思，情感复杂而深沉。在众多边塞诗中，《关山月》凭借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深刻的思想内涵，脱颖而出，成为经典。它不像一些边塞诗只侧重于描写战争的英勇或边塞的艰苦，而是全方位展现了边塞生活的各个方面，以及战争背后的人性和社会问题。关山月宛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古代边塞的风云变幻，也映照出人性的光辉与脆弱。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，分享你对这首诗的独特见解，让我们一起在诗词的海洋里继续探索。最后，可别忘了点赞、关注我们哦！我们下期见。